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夏天到了，又到了吃绿豆的季节了。今天用绿豆来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，不用煮粥，不用煲汤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那就点赞分享出去吧，非常的感谢。今天呢，就来分享一个纯绿豆的凉粉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清爽嫩滑 ，Q 弹又有嚼劲。首先呢，准备1斤的绿豆倒在一个大碗里面。先下手把里面坏的给它挑选出来，如果里面有残留的坏的，或者是变质的豆子，做出来的成品呢，吃上去口感不好，味道呢也会发苦。然后在里面倒入1大碗的清水。这个绿豆的表皮呢，有着1层的营养物质，我们不要用手使劲的去搓洗它，只要一把漏勺轻轻的给它摇晃几下，它的脏东西呢就会自然的脱离下来，脱离在水中就可以了。清洗干净以后，用漏勺捞出来放在小碗里面。提前烧一壶开水，这个呢是大宇家的天鹅水壶，颜值呢真的是非常的高，而且它的声音呢比较小，加热的速度也非常的快。它工作的时候呢噪音真的是非常小。刚刚烧开的开水，我们给它倒在绿豆里面，在绿豆里面加入开水给它泡发，这样呢可以节省时间，给它浸泡3个小时左右。盖上一个盖子，可以使它发得更快一点。这个绿豆呢偏硬一点，因为我是用开水泡的，所以只泡3个小时就已经泡满盆了。而且绿豆呢泡的都脱去了外皮，像这样呢就说明完全泡到位了。有一部分的绿豆呢还发了芽，像这样就是极好的。泡绿豆的时间我们一定要给它长一点，一定要把绿豆给它泡到位，这样呢后面才好出浆。把泡好的绿豆我们给它放在破壁机里面。绿豆的外皮呢我们可以去掉，也可以不去掉。不去掉外皮的话，颜色绿油油的，看上去呢会更加的好看。去掉外皮呢，颜色就会偏白一点，口感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然后倒入1大碗清水，盖上盖子，然后我们用点动的方式去给它打磨，一定要多搅打一会儿，这样呢可以使它更加的均匀，更加细腻，出浆率呢也会更高一些。绿豆的出浆率高不高呢，取决于2个因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多给它搅打一会儿，这样出浆率才会更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泡的时间一定要久一点，这样它的出浆率呢也会更高一点。因为这个绿豆糊呢比较浓稠一点，我们一定要选择点动的方式去给它打磨，打磨个10来秒钟，放开继续打磨，这样呢可以保护机子不受损伤。我们提前的准备1大盆的清水，然后在上面放上一个网袋，把打好的绿豆汁给它倒在网袋里面，然后我们把袋子给它收起口来，再把收口的位置给它攥紧，用搓衣服的方式去给它搓洗。搓洗的这个步骤呢跟洗面巾有点相像，但是比洗面巾呢要更加简单一点。搓洗了1分钟左右，这个水呢就已经变成绿色了。我们继续来给它搓洗，全程呢给它搓洗5分钟左右，直到感觉绿豆里面已经没有浆性了，而且摸上去呢比较有摩擦力的时候，像这样就是把这个淀粉全部洗到水中了。这个过程呢一定要长一点，这样可以洗出更多的淀粉，来制作更多的美食。我们洗好以后，就把袋子里面的水分全部给它挤出来，一定要挤得干一点，把里面的汁水全部给它使劲的攥出去。我们1斤的绿豆呢洗出来了这么多的绿豆浆，然后我们用一把漏勺把上面的浮沫先给它撇干净，让它自然的沉淀3个小时以上，让它的淀粉和水分离。现在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炎热了，如果放在外面的话，3个小时很容易就会坏掉，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放在冰箱里面让它去沉淀，这样呢它才不会变质。挤出来的绿豆渣倒入盘中，这个绿豆渣呢也不要扔掉，
这个绿豆渣的食用方法还是有很多的，我们可以给它来做成馅料，用它来烙馅饼吃，做绿豆糕、绿豆饼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在绿豆里面加入3勺白绵糖，戴上一个一次性的手套，下手给它抓拌均匀，像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绿豆馅料就做好啦。我们可以给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，用的时候拿出来回温半个小时左右，给它包起来就可以啦。包在面皮里面，就是好吃的绿豆馅饼了。现在已经沉淀了3个小时左右了，把上面的清水先给它倒掉，看一下它的淀粉沉淀的效果。可以看到最底层的呢就是淀粉了，这个就是绿豆粉的生姜，不需要等到完全脱水了，我们现做现吃。如果想要保存的更久一点呢，我们可以给它脱水，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去晾晒，或者是放在蒸烤箱里面去给它烘干烤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装到一个袋子里面，就是纯纯的绿豆淀粉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糊状，就好像老酸奶的状态一样。淀粉水呢是属于非牛顿液体，我们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化开以后才可以给它取出来，如果直接舀出来的话是盛不出来的。把绿豆淀粉先给它倒在一个小碗里面，取半碗的淀粉浆大概是150克左右，加上4碗或者是5碗之前倒出来的绿豆水，加上1勺食用盐，半勺的食用碱面，搅拌均匀。加入食盐呢，可以增加它的一个底味，也可以使它更加的筋道。加入碱面呢，可以保留它的颜色，使它更加的 Q 弹。搅拌均匀就可以啦，先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把搅拌好的绿豆淀粉水倒在一个无水无油的锅中，全程的开中小火，用铲子不停的搅拌着，防止淀粉糊底。淀粉一旦糊底的话，就容易造成糊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不停的给它搅拌。我们切记呢，不要用大火，用大火的话容易造成底部糊掉，表皮呢还没有熟，所以我们全程用文明火慢慢的给它煨着就可以啦。因为这一大锅呢比较多一点，所以用的时间呢就会比较久一点，大概5分钟左右，锅中绿豆糊呢就开始慢慢的煮开了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底部也开始结块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不停的搅拌，千万不要懈怠。通过搅拌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结块变得越来越多了。结块一旦形成了，离了出锅的时间呢就不远了。从出现结块到出锅，最多需要5分钟左右。随着时间的推迟，温度的升高，颜色呢也开始有了变化，从一开始的偏乳白色，慢慢的转为了透明色，再慢慢的转为翠绿色。这么满满的一大锅呢，全程是需要大概10分钟左右，最后搅拌到锅中呈现非常细腻的状态，颜色最后全部转为翠绿色，并且可以看到不停的冒起大气泡的时候，像这样就说明熬好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出锅，熬好的状态呢，就是我们取出来，呈现的是倒三角的状态，而且不会滴落。表皮的纹路呢不会轻易散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先给它倒在一个模具里面，这个模具呢一定要是无水无油干净的状态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它的形状，圆形的、方形的或者是三角形的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用铲子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平整，涂抹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呢会更加好看。也可以震几下，震出里面的大气泡，这样也可以使做出来的成品更加细腻。然后我们先给它放在一边，自然放凉就可以了，不要放在冰箱里面，容易影响成品。而且温度太高的东西放在冰箱里面，对我们的冰箱也不好。准备一个打蒜器，放上几把大蒜，然后盖上盖子打成蒜末。
搅打的不用太碎了，有点颗粒状，像这样吃下去呢，口感会更好。最后给它搅打成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啦。在里面加上2勺米醋，不喜欢吃太酸的，放1勺米醋就可以。1勺生抽，1勺的芝麻香油，2克食用盐，3克白胡椒粉，2克白糖提鲜，1勺辣椒油，加上少半碗的清水，搅拌均匀，我们的料汁就做好了。现在呢，这2天河北天天在下雨，温度是非常低的，最低的温度呢已经达到了12度。在这么低的气温下，这个绿豆凉粉摸上去呢还有着一点点温热的状态。我们用手给它拍打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变得非常 Q 弹了，完全凝固好了。做的这个绿豆凉粉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成功。我们轻轻的拍打就会发现它非常的有韧性，非常的 Q 弹，因为它是纯绿豆做的。所以我们吃上去呢会更加的健康。夏天到了，多食用一点的绿豆凉糕，也可以起到一个清凉解暑的效果。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这个颜色翠绿翠绿的，看上一眼就真的爱上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切好以后呢，收到碗中来，放上调拌好的料汁就可以开动了。这个绿豆凉粉呢，做出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，吃上去呢是非常筋道的，颜色清爽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我们全程呢是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任何色素的。1斤的绿豆呢，我只用了1半，就做了这么满满的一大盆。我们可以一次性多给它做上一点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，夏天到了，想吃的时候随吃随取，也是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它的保鲜期呢也比较久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最少7天不坏。这个凉粉呢，因为里面是添加了食盐和碱面，所以它非常的有韧性。我们上去呢怎么给它搅拌去拉扯它都不会断，吃上去 Q 弹弹的，但是比果冻呢要筋道很多。创作不易，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